最近乌克兰方面又公布了自己统计的所谓俄军战损，宣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击落了55架苏35战机了。俄罗斯空军目前装备了130多架苏35，乌克兰说自己接近了将近1万的苏35，很显然啊，其中有很大程度的夸张在里面。但是苏35自身的高战损比仍旧让俄罗斯人感到头痛不已。虽然说后续俄军用苏35、伊川4、伊川12的一系列战绩证明了这款战机还是非常强力，但是一提到该飞机的战损比，还是不得不让人频频摇头。毕竟你一个苏35啊，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最大爬升高度都接近2万米的超音速飞机，竟然被独自这种肩扛式防空导弹击落。别说4++了，简直丢了从2代机到5代机所有喷气式战斗机的脸啊！俄罗斯的苏35战机呢，是目前全世界最出名的几款4代半战机之一啊。该战机呢，曾经被称之为全球最强4++，甚至面对5代机都有一战之力啊。鉴于这个苏27侧卫战斗机的优异性能，苏霍伊公司的苏35一出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追捧。我国作为90年代初就从苏霍伊公司手中购买了苏27侧卫战机全套生产线的这个俄制战机传统用户，看到新商品自然也是第一时间购买了。俄罗斯人也是够意思，看在中国是老顾客的面子上，直接以和俄罗斯空天军相同的采购价向中国出口了24架苏35 SK， 并且在经过中国空军提出的改进之后，性能还要比俄罗斯的自用版本要强。印度人、伊朗人埃及人看中国吃了螃蟹之后，也纷纷跟进购买了苏35。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苏35将有可能走上神坛的时候，这玩意儿它原形毕露了。2020年，中国空军金头盔 B5我国购买的苏35 SK 重型战机被国产歼十 C 在该战机最擅长的近距离格斗科目中被击败。要知道歼十 C 呢是中型战机，动力机动性都远逊色于以超机动作战为看家本领的苏35，而且最重要的是，歼十 C 擅长的它是超视距交火通过先进有源相控阵雷达引导霹雳15中继弹，在极远距离狙杀对手，才是歼十 C 的主要优势所在。结果在自身相对来说不算擅长的近战领域，直接把号称全球最强狗斗重战的苏35 SK 给击落了。甚至歼十 C 的机头指向、瞬时盘旋等关键性能比装备了矢量发动机的苏35还略占优势。你这飞机似乎也配不上4++的称号在演习过程中，苏霍伊公司大肆吹捧的雪豹 E 无源相控阵雷达和先进火控系统被国产战机装备的综合机载系统全面压制，不仅是近距离被压制，超视距作战中更是被歼十 C、歼十6打得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呢，就是这次俄乌冲突在乌克兰战场上，2架苏35，一架被肩扛式导弹击落，另一个出了个大乌龙。由于敌我识别系统故障，导致飞机被自己人击落凡此种种都导致了苏35战机接下来出现了滞销的问题。没买这款战机的国家变成了等等党，打算看看这个战机的后续发展再说。买了这个战机的也起了退货的心思，还没开始造的订单，那就先压一手再说。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随着中国国产先进战机数量越来越多，那中国现在剩下的苏35 SK 战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首先本虎得重申一下我这个观点中国空军才刚过几年阔日子呀目前服役的歼7、歼8还一大堆呢，这些老大爷都没退役，你苏35才刚用了几年呢就要退役，实属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算这玩意儿在同级别战机里再怎么不靠谱，那打3代机也能打出来0:12的战损比现在退役过于奢侈，所以我们应该把这款飞机用在刀刃上，用在它应该去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和美军对峙熟悉我国空军装备体系的朋友都知道中国空军的24架苏35采用了集中部署的方式，全都装备给了南部战区某精锐重型歼击旅，号称南霸天虽然是陆基航空兵部队，但凭借苏35的远程作战半径和最大航程，这个南霸天当仁不让成为了目前我国在和平时期对抗美国航母的头号主力。一旦美国航母来南海寻衅滋事，南霸天的苏35会迅速起飞，凭借自身的超强机动性，将美国航母上起飞应对的超级大黄蜂和 F-35战机溜着弯。一般来说，按照过去双方接触的实际情况，在
机动性上和苏35差得远的美军超级大黄蜂，不出2个狗肉盘旋就会被苏35搞定，摇尾追踪，并且无法甩脱。这要是实战情况下，早已必死无疑。放在现在，我军也不过是因为和平年代讲了一下武德，不会真的向美机开火，但这也足以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与足额的威慑啊！机动性还不如超级大黄蜂，肥胖加腿短的 F35更是讨不了好，甚至闹出过1个回合都没坚持下来就被南霸天当场拿下的糗事儿。可以说，在和平年代不能开火的前提之下，南霸天在24架苏35是对抗美军舰载战斗机的最好手段没有之一。而且最重要的是，那苏35它是俄罗斯战斗机啊，美国人就是截取了关键数据，他也只能拿来评估你俄罗斯人的水平，无法评估中国先进战机的真实水准。所以说啊，任何武器都有自己的战场，只要把它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就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